Hello，大家晚安。明天就要开学啦，大家寒假还好吗？那今天其实应该早点睡啦，我们明天一大早就要开学了。那今天还是按照我们预定的直播，那我来讲一下最近更新的 Notebook LM，因为它更新那些功能，所以我就顺便把它统整一下。但我觉得它更新的功能对我来讲没有太大用处啊，因为其实你只要在简报部分初期规划的好，原则上后期都不太需要修改。好，那今天的内容就是 YML 完全客制化我们简报，你可以去拆解简报，去重生简报，然后把风格做到一致，这是今天的主题。好，今天的 Pele 一样给大家，我将 Pele 贴在我们的聊天室，那大家自己去点选。那如果说你对今天的内容你不是很熟的话，在我们第一列的地方会有2个影片，大家可以先去看，分别是我之前讲过的 Notebook M 的框架，以及这个 YML 的精准控制。那上一次直播的时候，其实没有讲到非常清楚啊，今天就是我们详细的去把它讲清楚。好，来第2个栏位的部分呢，我们给了今天的提示词。这个提示词的话，结构控制框架就是我们让简报去生成一个结构，这结构已经被我控制好了。那因为我已经做好了啦，但是我还是要讲一下，你整份简报里面啊，它会有2个部分，第一个叫做全域设计规范。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全域设计规范？它意思就是你整份简报的视觉风格，那包含你的背景色是什么颜色啊，文字颜色是什么颜色，然后重点标示跟图表的颜色，次要的资讯跟分隔线的颜色，再来字体的系统是哪些，包含了标题、内文、数据、大小、自动行高，全部都在这边规定好好的。那版面的规则也在这边处理好。简单白话的说，这个就是你整份简报的风格。我们利用非常严谨的版面的这些资讯来去控制你简报的风格。那这边的话，还有一个是我们会有3个形容词去定义整体的调性。当然，你需要有4个形容词也是可以的。那一般我们常常说的那些简报风格，比如说什么真笔画啊，什么酒精泼墨啊，你可以放在这里。可是更详细的内容是在这边。所以如果说你想要去复制整份简报风格的话，原则上你只要有这个全域设计规范就可以了。哦，那原则上就是只要这一份，你就可以去复制简报的风格。好，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下面的话，页面规划。在风格确定下来之后啊，我们去做页面规划。你在那个页面里面，风格会跟上面讲的风格是一样的，只不过说我们这边会多一个你的页面类型是什么哦，比如说你是封面啊、引言啊，还是内容，还是列点。然后在你的布局风格，就是你是用什么版面，比如说满版视觉分割啊、中央聚焦啊、图文分割啊。我们一般就是你的这个布局是怎么布局。然后在这些视觉构成提示词，就是我们利用提示词来去生成我们这张投影片里面的图片。所以像你的大标题啊、副标题啊，或者是你里面有一些文字，全部都写在这边。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你每一页简报里面它详细的排版跟内容。可是风格部分是在全域设计规范那边就规范的，所以实际上在简报页面规范的地方比较不重要。哦，就是你可以看出来说，哎，那每一页是怎么去处理的。那原则上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把简报在生成 Notebook M 的简报之前，我们先把这个东西做好。我们先把它做好之后，你要调什么东西就在这边调。你调完了之后，我们再去生成简报。你只要能够做到100%精准的控制，原则上你不太需要去修改太多的简报。那以往你们在做简报，或是我们需要做 Notebook M 的简报修改，都是因为我们做了之后，发现有些地方不满意，我们要再调整。所以我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不满意之前，我们就先看到简报的样子，包含它里面的排版，包含它的文字，包含它的图像内容。如果在这边你觉得有疑虑，你要改，你就在这边先改，你不要等生成简报再改。
当然现在你生成简报之后再改也是可以的，因为它现在新增了一个简报主页修改的功能，所以我们先把前置工作做好，后续修改部分就会少很多麻烦。好，来，这个是我们简报的一个结构控制框架。那所有我们简报生成的内容都会长这样，先把它简报内容把它文字化。好，再来，接下来你去看这个灵魂行为指示，灵魂框架行为指示，它其实就是我们将 Notebook M 当做是机器人，然后这个行为指示就是告诉 Notebook M 这个机器人要做什么事。这个东西我已经写好了，原则上你照抄就好，因为不管是谁写的，应该都差不多。那我写的部分，我觉得我写的已经有80分了。如果你觉得我写的不好，你再拿我的去修改，让它变90分、95分就好了。所以原则上这一份就是80分的灵魂框架行为指示。点开来看，好，这一份的话，它就是一样告诉我们这个 Notebook M 它的角色定位是什么。那它有2个功能，第一个是逆向工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拆别人的简报，我们拆的简报是别人的 Notebook M 简报，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拆成刚刚那个样子。所以这个 Notebook M 的功能是拆解简报，另外的功能就是去生成简报，所以它也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来源去生成这种 YAML 格式的简报，所以它可以拆可以生。简单讲，你要做这种 YAML 格式的简报，全部用这一组行为指示来做，原则上就绰绰有余了。好，下面的话就是它的核心任务跟行为准则，所以你使用者要求分析的时候，你有到分析的时候，它就会去帮你把它拆解。那如果使用者要求生成的时候，它就会根据我们来源的内容，然后以及我们这个全域的设计规范去生成。那如果你没有给全域设计规范的话，它会自动去根据来源的主题自动会去配。但这边我大部分我都会手动去跟他讲说，我的全域设计规范是什么样子。好，所以当你生成的时候，它生成出来的简报会是一组 YAML 的文字的一个简报的格式框架。好，所以他在这边做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就是这样。然后再来标准格式的话，我这边也告诉他说要严格遵守这些架构。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全域的设计规范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每个页面的配置嘛，这 slide planning，然后所以他这边就给了很多，然后其他就是依此类推，因为你要根据资料它自动会去排版，所以在这边的话，最后的话会告诉你说来源资讯会根据专业设计逻辑进行合理推断，然后填入 YML 里面。好，所以这个东西怎么用呢？请大家可以跟着我操作。好，请你打开一个新的 Notebook M，所以在你账号的地方啊，右上角9宫格的地方找到你的 Notebook M。好，如果你有用过的话，你应该很快就可以上手。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开一个新的笔记本，所以这边选建立新笔记本。好，建立新笔记本之后啊，我们这边先不要管它，好，先把它按叉叉。好，在这里啊，你去把这个灵魂框架，因为我已经写好了，所以原则上你只需要这个灵魂框架就可以了。好，你就从这边角色定位地方开始复制，把这部分全部复制起来，然后复制，接下来到我们的新的笔记本的地方，在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设定，点它，然后选这个自定，点它，好，把刚刚这个把它贴上去。所以当你选自定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是拆解简报跟生成简报，拆解 YAML 简报跟生成 YAML 简报的机器人。好，按储存。所以现在它是机器人。那如果你要变成正常的 Notebook M 笔记的话，怎么办呢？你只要选它，然后选回预设，点它，然后按储存，它就变成正常的 Notebook M 简报。所以你平常正常简报 Notebook M 怎么用，你就在这边怎么用。好，当你要分解简报，
拆解简报或者是生成 YML 格式的简报的时候，你就来这设定的地方，然后把它选自定。所以你会发现说，哎，我在一个笔记本里面，我竟然有2种功能可以去做切换，大家有发现吗？所以我可以切换成正常的笔记本，我也可以切换成拆解简报、生成 YML 简报的机器人。所以当你选自定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已经被我设定好，它只会做拆解简报跟生成简报，而生成的简报会是 YML 格式的简报。好，那我们怎么使用呢？我们先选到自定的地方，按储存。好，恭喜你，你现在已经有一个很厉害的拆解简报的机器人。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Padlet 里面，Padlet 里面的话，我给了一些简报的范例，让我们一个个来看哦。首先我们看第一个，第二个简报范例是，有时候你不要把 Notebook M 的简报当简报，那实际上它可以，你把它当成是，它就是一个综合生图的一个工具。它可以生成很多页的图片，而这很多页的图片是有一致性、连续性的。所以呢，像这一份简报哦，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提示词。我实际上我是给它，我是给它一些单字。那每个单字显示它的中文、英文，还有图像跟例句，并用国中生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学习这个单字。特别注意是一页简报一个单字，所以这个简报开出来会像这样。好，所以你看哦，你看 nature 有没有？下面就会出现这个有点类似字卡，但因为这个字卡的话，它的这个对于单字跟图片的理解非常的好，所以你拿这个来做那种图像的辨识卡，非常的品质非常的好。因为像这个 bright，它就是有一个情境去显示 bright 是什么哦，像这样哦，然后园游会对不对？然后接下来你看这边 loud 跟 quiet，它把2个放在一起。我有给它这2个单字，但是它自动把这2个单字放在同一页简报里面。然后因为它是对比嘛，所以左上角跟右下角就是一个是大声，一个是安静。好像这个也是 business 跟 price，所以它一样把这个页面2个单字用一个页面来显示。哦，像这边也是 convenient，然后 decide，哦，还有这个也是啊，他把这2个同类型的单字放在一起，啊，strange 跟 scared。好，所以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哦，好，所以你看有没有非常好？好，所以你可以不一定要把它当成是简报来使用，你只要给它适当的提示词啊，一页简报一个单字，它会帮你生成非常好的一个单字的一个图卡。好，这个单字图卡会比我们自己做好很多很多很多哦，因为你可以完全去刻字化，你要它做什么东西。好，来再来这个考古题啊，提示词是这样的：将第2题、第3题、第4题制作成简报。我给他4题考古题，但是第1题我不要，我只要2、3、4题，所以我就告诉他说：哦，第2、3、4题把它制作成简报。那一页包含一道题目，然后下一页会提供详细的解答，所以他做出来的简报会长这样。大家有看到吗？所以这个是105年会考选择第17题。那我从 Notebook M 里面去把那个最小公倍数的题目都挑出来，因为就是 Notebook M 可以做到，就是我把历届试题输进去之后，可以完全去挑出我想要类型的题目。以前做这件事很累啊，现在有了 Notebook M 之后，我在做这件事就非常简单。所以像这边的话，我们考古题，我把最小公倍数的题目，像这一题，所以这一挑出来之后，下一页就是解答，像这样，所以一页题目，然后一页解答。那你会发现他的解答写得非常好，他的解答就是解题的过程，就是连同图解啊，还有那些思考的路径啊，还有一些他给你一些想法，他都写得非常的好。这个是传统你在做这个解题的时候，你自己手动做是要花很多时间的。可是在 Notebook M 里面，你要它一页题目一页解答，它可以做得非常的好。好，这是一样考古题哦，114年会考选择第18题哦。那题目的部分，它也都帮你视觉化了。当然，题目没有这么华丽了哦，它就是给一个题目，然后甲的看法是这样，乙的看法是这样。那接下来选项是这样嘛？那由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哦，原来他在生成这个一页题目、一页解答的时候，可以做到这么华丽
哦，像这边有没有解答哦？那当然这个解答提供的思路还是如果有老师讲解会更好啦哦，因为有时候自己看还是会有一点困难哦。好像这样的话，你会发现说，哎，我不一定要当简报来使用，我可以把它当成是我出题目，然后解答，题目解答，你就把它当成是它是有逻辑思考的图片生成一整串的图片，然后图片是有一致性的，图片是可以连贯的哦，所以大家不要把 Notebook M 的简报单纯当简报来使用。好，下面的话，这个是我写给家长开学前的一封信啊，那我拿来做。那你看，像这边的话，我就给一个，这是台湾宫庙风格嘛，所以它可以制作成漫画，所以制作成漫画，然后自动规划人物对白及版面，所以你实际上你也可以把它做成像类似这样的漫画哦。它漫画里面的角色一致啊，也是做的相当好哦，所以你会发现说，哎，里面角色都是一致的哈、哦。好，所以可以做到像这样哦，连环漫画的方式哦。好，这个是我拿那个给家长的一封信去生成的，所以你会发现到说，Notebook M 实际上不一定只能够当简报而已，你就可以把它当做是很多的用途。好，来再来，那接下来我们有可能会看到的东西是像这样，只有简报没有风格。我现在没有告诉你风格是什么，或者是别人的简报没有提示词风格啊、哦，这个是别人的简报，哦，这不是我的简报。但是因为他当初生成这简报的时候，我并没有他的提示词，我只有拿到简报而已。所以像这种状况怎么办呢？比如像这个好了，像这个这样，哦，像这个只有简报没有风格，可你会觉得说哇，这个风格好赞哦！你会发现，你看数学堂口寒假收心动员大会，有看到？身为班导兼数学老师，挂号龙头哦，我迫不及待看这群小的能变多强啊、哦！七下油门吹下去，有看到吗？第一条家规，清算旧账啊，什么东西？作业嘛，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你发现说，哎，这个风格好强烈哦，怎么这么酷哦？第二条家规，修身养性，对不对？所以要调什么？调我们的作息嘛，对不对？哦，像这样。好，第三条家规亮家伙，有没有看到？检查文具嘛，哎，就会发现说，哇，这个风格好赞哦，怎么可以做成这样子啊？可是没有给提示词哎，哦，行走江湖三大神器，对不对？像这样，攻打几何单元必备法宝，哇，这风格实在是太赞了哦！仪式感，切换战斗模式，对吧？心情准备整理书包是收心的仪式，水壶、餐具、个人药品，新旧回来了，像这样哦。你看，有事找大哥，大哥是谁？啊，就是班导嘛，对不对？平安顺心学美好，这个风格那么强烈，可是没有人给这个简报风格，那你要怎么办？你现在看到这风格，你觉得很喜欢，那怎么办？好，你就这样子来把这个简报把它下载下来，所以大家可以跟着我操作看看，在这里你就点选这个三个点点点的地方，在这三个点点点的地方选下载附件，你将这份简报把它下载下来，下载附件。好，接下来呢，将你这个新的 Notebook M 的简报啊，按左边的新增来源，点它，然后上传档案，将那一份简报啊，把它上传上来。因为 PDF 档案的话是可以直接上传的哦，所以你不要我给你的是 PDF，你就上传 PDF。现在这份简报上传之后到左侧嘛，然后你检查一下你是不是所谓的这个简报的拆解分解大师哦，所以你看一下，确定一下。好，你先确定一下你简报是在自定的栏位，所以你现在是简报架构师。然后接下来左侧的部分就是我们刚刚那份简报嘛，你觉得风格很不错的，但是人家没有给你这个风格。好，接下来呢，你就只要打
在提示词打分析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就打分析2个字就好了。输入，接下来他就会去拆解这份简报，那拆解样子就会符合我刚刚讲解的全域设计规范码跟它的页面的规范码，所以它等一下出来会第一个会是全域设计的规范，那下面就是它每一个页面，每一个页面的话，它会拆的非常的详细哦，包含里面的文字也会全部拆出来，所以我们等一下可以对照看看说，哎，它拆的准不准？好，所以大家可以跟着试试看，猜出来会怎么样？这个提示词原则上就固定的啦哦，你做好之后不太需要改，你要拿去加强也可以啦，你要刻字化成你自己的提示词，我也不反对。好，这猜出来会非常的令人惊艳，为什么？这东西真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好，所以他正在不断的去拆每一页简报啊，这真的很不容易。好，任何的简报都能拆哦，他拆的非常的详细。然后我这边跟大家讲，就是不要你每份简报字不要太多了，因为真的你简报字太多就不是简报了嘛。所以当你字很多的时候，难免会糊掉。然后再来简报字很多，实际上它不是一份好的简报哦。好，所以你看哦，拆出来变这样，你看到吗？像这样，这个就是它的全域设计规范，它会把整份简报的风格用这样的方式把它拆出来。它的给一些关键字是赛博朋克、江湖、武侠、热血、动员、神秘、庄严，好像这样。然后像背景颜色啊，这边写121212，像这个颜色，这个就是色码，它这个色码给的色码就是会完全一模一样，就做出来颜色完全一模一样。它不会说你给什么黄色、黑色、什么什么黑色，它色会不准，没有，它色不会不准，它直接给色码，色就一定是准的。像这个全部都是 F，就是黑色哦，哎，还是白色还是黑色？好像这样哦，全部都给了色码，像这样。所以字体的话，一定都是像这样的字体。然后再来，有没有看到哦？所有的这些风格，它全部都在这边。好，那接下来往下看，你会看到说，它上面的页面规范就是第一页，第一页就是封面页嘛，对，满版字中聚焦，像这样。然后他会说啊，深色背景有一条中式传统牌楼，然后牌楼上面有霓虹灯组成的云朵跟电路。它这个要再往后，这边往后还有，往后还有。然后两侧挂着发光的红灯笼，画面底部带有红色式图腾。好，是不是这样？你看啊，哦，是完全是一样的哦，跟他讲的是一样的哦。哦好，像这样哦，第一页封面，然后它会上面会写什么？看一下。好，你看哦，标题《江湖召集令》7年级下半场风雨再起，然后数学堂口寒假收心动员大会，然后这个是生成图片的提示词，像这样，所以你看连字都猜出来了，字猜出来就像这样，有没有看到？完全一模一样。好，你可以去对照每一页，像第二页哈，时不我与兄弟归位，然后这边会有一个这个字哈。好，我们看一下第二页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看到？时不我与兄弟归位，你有没有看到？全部拆得一干二净。你可以把整份简报啊变成纯文字。你变纯文字的好处是什么？你拿了这份简报啊，来，我现在教大家，你如何生成这份简报。来，你把这份简报啊，这边按复制，把这个提示词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到你的简报的地方，根据来源生成简报，先不要点简报，要点这支笔，点这支笔，然后在下方说明要建立的简报，把它贴上，把它贴上。好，直接贴上，直接贴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我自己试过了，你把这个 YML 的简报的提示词啊，直接贴在这边，生出来的简报会最像。
如果你放在来源的话，如果你有时候页数太多，它会自动帮你减量，因为 AI 它会偷懒，它会偷懒就是说你给它20页内容，给它30页内容，它可能只会给你生成15页，它就会有一些东西就会不见。好，所以我个人建议你贴在这个地方是最能够遵循原来简报的那些文字跟样式，所以你就直接贴在这边。可是贴在这个地方的字数是有限制的，所以你在贴在这边的话，你看这边12页都还容纳得下，可是20页我之前试过，20页好像会字会不够。哦，所以你在生成的时候，你如果可以控制风格，这边的话页数不要一次太多，然后按生成。大家生成看看，看看你生成内容会不会跟我的这份简报会不会很像？原则上做出来会非常的像。哦，上面的字基本上都是一样，然后风格会非常的像，不会完全一模一样，但是会非常的像。这什么意思呢？我只要有这一份 YAML 的简报格式，我到任何地方都可以生出几乎一样或是很像的简报，文字一样，然后风格很像。所以如果你要改字的话，你是不是直接在上面改字就好了？比如说我想要在这个地方哦，结语祈福页，我想要 title，我不想要平安顺心，学业猛进，我是直接改这个字就好了，而不要说你生成简报之后到简报里面再改那个字，在这个地方改字。那简报那边生成如果有不顺利的，那真的没办法再到简报那边去改。那如果你可以在一开始生成简报前就先设定好你简报每一页的标题是什么，副标题是什么，里面文字内容是什么。如果你在这边就可以修，你就直接在这边修就好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可以控制了简报的风格嘛。所以当你生成一份简报之后，哎，你觉得这份简报好多地方都要改哦，那很明显是你来这边改会比较好。那你生成简报之后，只有一点点地方要改，你就直接用简报功能去改就好了。所以我们就是简报生成前先改好，简报生成后再去改那些一点点没调到的部分。那如果你有很多要改的话，我建议你在这个地方先改好，因为太多要改的话是很麻烦的哦。那你不如在这边就先改好。好，所以像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去拆简报哦，拆简报。好，接下来你拆完简报之后，是不是可以到任何地方去复制简报，然后可以调整简报？我们就用纯文字的方式来去完成。接下来我要教大家怎么样去复制这个风格。那比如说好了哦，比如说像这个风格，真正重要的是这个 global design 哦，就是全域设计风格。你这个全域规范是什么？其实就会决定你整份简报的走向。所以如果说你想要把这个风格套用到别的简报去，你只要复制这个风格就好了。那我这边已经有做好一些给大家看了。好，来，那大家可以边跟我去那个练习看看哦。来这边的话，我拆了一份简报哦，拆一份简报。我拆的这份简报是这个简报哦，这个简报，看一下哦，这个是别人的简报。那我觉得他这个风格很赞哦，大家可以看一下，风格很赞，风格非常赞哦。当然这个是初级救护的内容哦，这风格很赞。但是我没有这个风格啊，我想要去复制这风格怎么办？所以我就去拆这个简报，然后把它风格复制过来。所以请大家看一下哦，这个风格哦，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格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格，我看一下这个风格。好，这风格我把它拆出来之后会变这样。哦，它的全域设计规范是这样的哦，这样硬派，然后江湖紧凑专业哦，类似这样。哦，那它的字的话，这是强烈力道、张力的粗体或书法风格。哦，像这样。哦，那这边的话就是无固定页码哦，强烈的视觉标题跟霓虹外框引导视线哦，类似这样，它就是会把你的整份简报的风格就全部在这边。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想要复制这个风格的话，我就把这个风格把它复制下来，只要复制这个风格就好了。哦，把它复制下来。所以你等一下生成简报的时候，你告诉他说：“哎，我等一下生成简报的全域设计规范是这样。”所以我拆完之后，我只要它的全域设计规范而已。所以我在提示词的地方啊，我就把这个全域设计规范我就贴给他，然后来我就说
使用上述全域规范来生成简报。好，这个时候我勾选的是什么呢？是给这个寒假开学前致家长的一封信。好，我那时候勾选的是这份资料。那这个是给家长一封信嘛？那我要做成简报嘛？但是我用的是刚刚我猜出来的那个风格。好，那猜出来风格之后就会变这样，它做出来的简报会长这样。所以生成你会发现它的全域设计规范是一样的哦，就是一样的。那下方的话啊，它会根据全域设计规范去排这个版面，所以它的每个版面也都是帮你设定好，但会以我们这个全域设计规范的风格为主去排这个版面。好，接下来我只要将这个版面把它复制起来，然后在这个简报的地方，等一下哦，应该是这个，不是这个。好，就这个啊、哦，好，做出来像这样啊、哦。好，我们看一下提示词。哎，不是这个，再往后，这个，这个啊、哦。好，看一下提示词，要看到吗？哦，这是我刚刚的提示词。然后我勾选的是我这个给家长的一封信，然后去做简报。所以你看做出来的风格，来大家看一下这个风格，等一下。好，风格就会蛮像的哦。好，来再来，接下来我再跟他讲，使用上述的全域规范生的简报，简报内容使用漫画的方式呈现，所以做出来的话会是长这样啊，长这样。好，你有看到吗？一样这个风格，但是就是我可以去改它的呈现方式。所以呢，一样的风格，但是我把它改成漫画的方式呈现，像这样。所以你发现风格就是都这样。好，来再来，来再来，能不能做别的事情？可以哦。来，像这样。我刚才讲说，我们刚刚不是有做过，就是我们把那个简报的部分啊，我把它做这个5题的2元一次联立方程式的题目，然后都是4选1的选择题，一页一个题目，然后下一页是解答。好，我把风格给他，但是我勾选的来源是什么呢？我勾选来源是2元一次联立方程式的来源啊，就是我的电子书。好，那最后生成出来的会长这样啊，长这样。你有没有发现？啊，像这样。好，然后第一题啊，谁是真解？像这样，有没有看？题目哦，题目，然后它是一个题目嘛，然后上面就有4选1的选项嘛，然后下一页就是解答，你有看到吗？哦，解答，所以要选 C。好，再下一页，第2局题目有没有看到？然后再来解答，哦，然后再第3题，这应该是带入消序法，哦，带入消序法，然后解答，哦，带入消序法，然后再来第4题，题目嘛，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好，解答是 A，好，再来第5题，哦，这个应该是加减消序法，但比较难的哦。好，所以一样哦，第4乘2，第24乘3，像这样。好，你会发现哇，这个简报内容完完全全是可以你自己去做控制的啊，你可以完全去控制所有简报的内容。所以你看，在这边我可以看到我每一道题目
的文字在这里，你有看到吗？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所以你在做之前，你可以先看到生成简报前的所有的文字。所以当你这么做的话，你去修改简报，你在修改简报的时候，你可以修改的部分就变得很少了啦。那当然，现在我们有一个简报的修改的一个工具，它都已经做给我们了哈，所以新的在这边选修改，点它。所以现在我们可以利用提示词去修改每一页简报哦。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你选页面，然后在这个地方去输入提示词，就可以直接去改图片。好，改这个图片的话，我会建议就是你全部每一张都写好之后，哦，再去点选这个生成新简报，它做一次就是一次全部一起做哦。好，那因为我都严格控制好媒体了嘛。所以原则上生成简报是不需要修改的。那现在多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所以多了功能是下载成 PowerPoint 的功能。我们直接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修改简报，可以直接下载成 PowerPoint。好，下载成 PowerPoint，所以它就直接是一个 PowerPoint 的简报。那你知道这么做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你们知道吗？大家一定不知道对不对？好，这个是我们的 PowerPoint 简报。我PowerPoint 简报，我不是做了相同风格的题目吗？所以当我题目做在简报里面，我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可以去做我的互动，比如说我们使用这个 ClassWift，或者是我们使用这个 ClassPoint，像这些工具去做互动的时候，我就可以直接将互动工具跟我的简报去做结合。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们以前在做上课互动的时候出题，上课互动出题，我们是不是都会想要把题目 key 在简报里面？这件事反而是比较麻烦的，对吧？现在我可以直接使用这个 YML 格式，直接将题目用简报的方式生成，包含题目跟解答，题目跟解答直接生成成简报。简报下载成 PPT 之后，我可以直接使用 ClassWift、ClassPoint 所有你常用的线上互动的工具来去做测验。所以在这边的话，你就不用再自己 key 题目了。从现在开始，你直接使用 Notebook M 的简报去生成题目，然后利用这些题目在 PowerPoint、在 Canva 里面利用你那些互动工具，直接在这边出题做互动就好了。那我个人推荐就是我们比较方便，我比较常用的哦，我比较常用的是 ClassPoint 搭配简报的话，这是我很喜欢用的哦。所以 ClassPoint 搭配 PowerPoint 的互动工具，我爱用的是 ClassPoint，所以你可以去搜寻 ClassPoint 的下载哦，下载选这个下载在哪里？对，好，ClassPoint 的下载哦，Download for Windows，它是一个 PowerPoint 的外挂，所以如果说你会使用这个 Notebook M 出题的话，你只要搭配这个外挂就会非常的无敌哦。所以我们下载之后安装，安装前要先把 PowerPoint 关掉。哎，关了，再一次。那如果没有用过的话，你可以继续上网搜寻一下 ClassPoint，它是 PowerPoint 的外挂，然后可以搭配你 Notebook M 出的题目去做测验。那我简单的示范一下。然后在这边的话，我们有一个作品上传区哈，大家有做好的啊，可以把它上传到这个 Padlet 上面来，让大家看一下你们做出来的东西有没有跟我的一样，应该会蛮像的哦，但不会完全一样。好，接下来好完成之后啊，我们只要将简报开出来，
哎，没有装进来。哎，我的 class point 呢？哎，这我装啊。嗯，哎，看一下，哎，没有装到哎，好吧，那就没办法示范了。好，那不管怎么样，你可以使用 Notebook LM 的 YML 这个结构，在生成简报前就可以先控制，然后再来最后来讲一下哈，就是 Notebook M 的话，它有一些外挂啦。那我最近比较常用外挂是这个外挂哦，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外挂，这个叫做 Bookshelf 啊，Bookshelf。所以呢，你只要在这个扩充功能的地方，在你 Chrome 浏览器扩充功能，然后前往 Chrome 线上应用程式商店，然后找这个扩充功能，然后把它安装。安装完之后啊，在你的 Notebook M 里面会出现这个小图案哦，看一下我这边。那这个小图案是干嘛的呢？它是可以帮你把笔记本分类，所以你点它上面就会有资料夹，可以把你的笔记本去做分类。大家看到吗？哦，这边哦，那你只要用拖拉的方式就可以把它拉进去了哦，像这样，像这样，大家看到吗？哦，这样，我这样，好，左边就可以将你的笔记本分类，才不会说你笔记本一大堆，然后整理起来不好整理哦。所以这个小扩充工具大家可以去帮忙装一下。好，大概就这样吧。这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我还蛮常用的啦，所以好吧，今天就这样吧哦，因为我今天最近编太多影片了，觉得很累，今天早点收工。来，请大家就是看完之后到这个地方哦，给一些回馈，然后也祝大家开学愉快了哈、这里好了，YML 大概就这样吧。哦，我觉得蛮好用的啦，因为就是可以做到很多以前就是不方便做的事情，这样。OK，大家练习一下，没有很难呐、会，今天的影片会公开，会公开哦。上礼拜没公开哦，有的影片，有的直播影片我会保留，有的直播影片我会转不公开哦。好，那就这样子啦，祝大家开学愉快。我们今天直播就到这边喽，大家晚安，早点休息，明天开学，大家一起加油，拜拜。